一名男子在自己的皮卡车上遇害，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经过调查，警方发现受害者的妻子与多名男子有染。警方在这些男子中确定了一名嫌疑人。寻找嫌疑人的过程平平无奇，但当所有人都认为这名嫌疑人就是凶手时，却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嫌疑人被无罪释放。直到16年后，此案才真正了结，而这一过程却与众不同。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卡塔劳格斯谋杀案。卡塔劳格斯县位于纽约州西南部，与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基恩县和沃伦县接壤。这里多山且地势崎岖，很多山峰被冰川覆盖。阿勒格尼河从县南部穿过。该县的县治为小谷，最大的城市是奥里恩。县名卡塔劳格斯来自于塞尼卡语，意为发出臭味的河岸。这里的臭味是指石缝里渗出天然气的味道。此外，由于地势和气温的原因，卡塔劳格斯县分布着很多滑雪场，是无数滑雪爱好者向往的滑雪胜地。谢里尔·加斯珀1962年9月8日出生于卡塔劳格斯县的德莱文。他在一个充满爱心的中产阶级大家庭中长大，他是家中8个孩子里的老幺，因此备受宠爱。作为一名小镇女孩，谢里尔比大多数同龄人更无忧无虑，但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谢里尔习惯于特殊待遇，他也喜欢成为人们的焦点。谢里尔在5年级时认识了安迪·加斯珀。安迪性格外向，会演奏多种乐器，人也长得很帅，在学校很受欢迎。他是谢里尔的同学兼邻居，也是附近5个孩子里的老大。他对谢里尔关怀备至，每当谢里尔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安迪总会及时地出现在他面前。当两人进入高中后，安迪和谢里尔的关系更进一步，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侣。高中毕业后，他们决定加入空军服役，但最终谢里尔没有参军，原因是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对两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惊喜。谢里尔和安迪在与家人商量后决定，安迪继续去空军服役，而谢里尔则在家里安心待产。1980年12月27日，安迪和谢里尔结婚了。2个月后，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查德。之后，夫妻2人搬到了卡斯维尔空军基地所在的沃斯堡居住，这样安迪可以一边继续他的军旅生涯，一边照顾妻子和孩子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他们又生了2个孩子，一家5口过得非常幸福。谢里尔为了打发时间，他在当地一家保龄球馆找了一份工作，并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兰德·奈特的人。兰德来自俄亥俄州，他也在空军基地服役。当时兰德也早已结婚，他看起来很和善，2对夫妻经常互相走动，关系非常不错。一次，安迪被派往中东执行任务，在这段日子里，谢里尔感到很孤独，他难以忍受安迪不在身边，没有人关注的日子，于是开始与其他异性接触，其中也包括兰德，而兰德也很喜欢谢里尔。渐渐的，2人的关系便越了界，原本的友谊变成了婚外情。当安迪完成任务回到家时，谢里尔看起来还是那个贤惠的妻子。安迪并不知道谢里尔还和兰德保持着不正当关系。1987年，安迪从空军退役，他带着妻子和孩子们回到德莱文居住。谢里尔相信他和兰德的关系会因此永远不被发现。回到家乡后，安迪找了一份旅行社推销员的工作，谢里尔则在家里照顾孩子们。由于工作原因，安迪经常出差。每当安迪不在家时，谢里尔又开始按耐不住，她找了新男友来打发时间，而且不止一个。渐渐的，安迪觉得他与谢里尔的关系远不如从前，他觉得是因为自己一直不在家而造成的，因此他辞去了旅行社的工作，这样他就不再需要出差了。然而，辞去工作最直接的结果并不是夫妻关系的改善，而是导致了经济困难。
虽然两人的父母都愿意帮助他们，但夫妻两人还是陷入了借贷的泥潭，生活过得越来越窘迫，他们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糟。查德作为年纪最大的孩子，清楚地记得父母经常为了琐事而吵架。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安迪独自搬到了父母家居住，希望彼此可以冷静一下。他相信时间和空间可以缓和他和谢丽尔之间的感情裂痕。在此期间，安迪经常回去看孩子们，他和孩子们都希望他能尽快和谢丽尔重归于好。而就在此时，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。1994年7月4日，警员蒂姆·惠特科姆和他的副手开车巡逻，路过埃斯姆百货公司。他们看到一辆红色的皮卡车随意地停在路边，于是蒂姆下车查看。他看到驾驶位的车窗打开着，一名男子歪斜地坐在驾驶座上。乍一看，蒂姆并不觉得这名男子受到了严重的创伤，他身上系着安全带，看起来更像是喝醉了。但当蒂姆尝试叫醒他时，该男子毫无反应。蒂姆注意到男子的左胸有一个伤口，衣服上有一些血迹。此时蒂姆才发现这名男子已经没有了呼吸。警员迈克尔·马拉克随后来到案发现场，他和其他警员一起对车辆和案发现场进行了勘查。经验丰富的迈克尔也觉得这起案件非常蹊跷。受害者身上只有一个伤口，这个伤口贯穿了外衣和胸骨，一击致命，这是非同寻常的。因为大部分此类案件，受害者都会被刺伤多次，甚至是几十次。有时即便如此，受害者还是可以被抢救回来。可见这一次的凶手臂力惊人且下手果断。不仅如此，警方通过仔细的勘查发现，车辆的钥匙不见了。除此以外，没有发现凶手留下的任何线索。迈克尔认为，凶手之所以拿走车钥匙，为的是即使受害者一息尚存，没了车钥匙，他也无法寻求帮助或治疗。很快，警方确认了受害者的身份，他就是安迪·加斯珀。由于车窗是打开的状态，安迪可能是在和他人交谈时遇害的，凶手有可能是安迪的熟人。因此，迈克尔决定一方面在案发现场附近寻找潜在的目击者，另一方面从安迪的社会关系开始调查。迈克尔首先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安迪的家人。对于告诉安迪的父母和妻子谢丽尔并不困难，但对于安迪的3个孩子，迈克尔不知道如何开口。查德在案发时只有14岁，他看到屋外闪着红蓝色的光，并看到警员和妈妈在交谈，他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事，但万万没想到是失去了父亲。当天晚上，3个孩子是哭累了才睡着的，那是他生命中最悲伤的一天。谢里尔接受了询问，他看起来非常伤心，但他想不出安迪和谁有仇，也无法提供可以帮助破案的信息。幸运的是，警方在询问安迪家的邻居和案发现场附近的邻居时，得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。有2名目击者看到了同一辆不是纽约州牌照的汽车，这辆车曾在案发前徘徊于安迪家附近，其中一个邻居还细心地记录下了车牌号。这对于警方的调查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很快，警方通过车牌号找到了车辆的主人，他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兰德·奈特。迈克尔立刻前往俄亥俄州凯霍加福尔斯，并在那里找到了兰德。兰德对安迪的遇害没有表现出任何悲伤或惊讶。迈克尔问兰德为何会出现在安迪家附近，兰德回答说他是去拜访住在附近的好友。迈克尔对这个回答有些怀疑，当他进一步询问这个好友是谁时，兰德没有回答。在迈克尔的逼问下，兰德终于承认他和安迪的妻子谢丽尔有染，但他坚称自己和安迪的遇害无关，因为他和谢丽尔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在迈克尔看来，兰德有动机，有能力实施犯罪，
尽管他看起来不那么强壮，但他曾是个训练有素的士兵。现在兰德已经成为杀害安迪的头号嫌疑人。迈克尔立刻联合当地警方对兰德的住所和车库进行了搜查。在搜查过程中，警方在兰德家中找到了一个储物盒，里面存放了很多他和谢利尔之间的信件。从这些信件的日期可以看出，当谢利尔和安迪回到纽约州后，兰德依然和谢利尔保持着联系。在信中，两人憧憬着未来，他们想建一所大房子，并拥有农场和马匹。这些信件是两人亲密关系的有力证明。此外，警方还注意到，其中一封信中写道，当你收到这封信时，安迪可能已经死了，或是我已经死了，也可能被关了起来。这看起来像是一项谋杀计划。有了这样的铁证，警方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兰德和安迪的遇害有关，因此兰德奈特因涉嫌谋杀罪被警方逮捕。但兰德依然坚称自己是无辜的，他立刻聘请了一位当地有名的律师约翰·埃尔莫尔。约翰在了解案件经过后，认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兰德与凶案有关。警方当然也清楚这一点，因此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安迪的妻子谢利尔，希望在他那里可以找到突破口。警员迈克尔再次对谢利尔进行了询问，由于谢利尔还不知道警方已经掌握了对他不利的证据，他矢口否认和兰德存在不正当关系，并坚称在安迪退役后他就没有见过兰德。迈克尔知道谢利尔在说谎，因此他申请了搜查令。在执行搜查令的过程中，谢利尔一直坐在床沿看着警员，他的行为有些奇怪，但这样的行为对于迈克尔来说更像是一种指引。于是迈克尔让谢利尔走开，他想看看床底下有什么。果然，床垫下藏着一些信件，其中就有不少是和兰德之间的信件。此时谢利尔的态度有了巨大的转变，他承认之前说了谎，他确实和兰德有婚外情，而且保持了很久。现在迈克尔想知道，谢利尔只是想隐瞒他不光彩的历史，还是想隐瞒他和谋杀案有关。接着警方又调查了谢利尔和兰德的通话记录，记录显示两人交流频繁，他们的通话记录多达上百条。正当警方试图进一步调查谢利尔与凶案的关系时，他却自己来到了警局，并主动要求和迈克尔谈谈。可能是出于担心自己也可能会被逮捕，这一次谢利尔和之前判若两人，他变得非常配合。他说他知道是谁杀了她的丈夫安迪，他的旧情人兰德奈特。他说兰德对他很着迷，在过去的2年里，他一直想要结束与兰德的关系，但兰德仍然一直在追求他。他在案发后的第2天接到了兰德的电话，兰德说现在他们之间已经没有障碍了，他相信兰德就是杀害安迪的凶手。有了谢利尔的证词，兰德的嫌疑更大了，但麦克依然觉得谢利尔可能也参与其中，只是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。1995年7月，针对兰德奈特的庭审在卡塔劳格斯法院进行，安迪的父母以及兰德的妻子出席了庭审。没错，兰德的妻子相信她的丈夫是无辜的。在庭审中，检方的核心证据是谢利尔的证词，他将兰德描绘成一个痴迷于他的追求者，为了和他在一起，兰德会不惜一切代价，包括谋杀。辩护律师约翰指出，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兰德有罪，包括检方的人证谢利尔。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兰德和受害者的妻子谢利尔有染，而与谢利尔有染的异性远不止兰德一个。如果兰德有嫌疑，那谢利尔的其他情人都有嫌疑。况且现在的庭审并不是在审理兰德是否有婚外情，而是在审理他是否犯有谋杀罪。谢利尔的证词根本无法证明兰德就是凶手，而且无论杀害安迪的凶手是谁，其始作俑者更有可能是谢利尔。而谢利尔作为证人出庭，更加说明了这一点。
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考虑他自己。约翰还指出，谢利尔在调查之初曾向警方提供了很多虚假证词，他是一个道德低下、满口谎言、不值得信任的人。同样，他在法庭上的证词也一样令人难以信服。此外，谢利尔比其他人更有动机，他和安迪夫妻关系不好，他们正处于分居状态，他们有财务问题，他们有逾期的贷款，因此谢利尔远比兰德更希望安迪遇害，这样他既可以得到一笔保险金，又可以开启没有安迪的新生活，所以他比兰德更可能是凶手。接着，检方提交了在兰德家搜到的那封信，信中的内容是警方最初怀疑兰德的直接原因。此外，检方还提交了兰德在纽约州的行程证明，以及看到兰德车辆的目击者证词。检方认为兰德是在跟踪受害者，并寻找下手的机会。辩护律师约翰指出，这些都是检方凭空想象的，如果可以靠想象定罪，那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嫌疑人。陪审团听取了控辩双方所有的发言，并经过数小时的讨论后做出了最终的裁决。兰德奈特被指控的谋杀罪罪名不成立。在法官宣布无罪判决时，安迪的父母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们坚信兰德就是罪魁祸首。来这里原本是为了希望能亲眼看到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被法律制裁，但他们万万没想到，亲眼看到的竟是兰德重获自由，走出法庭。兰德和谢利尔在庭审后都回到了各自的生活中，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。此案在法理上确实已经算是了结了，但对于安迪的父母来说，这一结果是无法接受的。安迪的父亲霍勒斯每年都会打电话给迈克尔，询问案件的进展。如果被判无罪的家伙真是无辜的，那凶手一定还存在吧。迈克尔非常理解安迪父母的心情，但他也无能为力。在之后的很多年里，安迪的父母依然会向谢利尔提供经济上的帮助，同时他们对谢利尔也一直保持怀疑。这听起来很矛盾。霍勒斯心里明白这件事可能就这么不了了之了，但他依然坚持每年打电话给警局，表示不会放弃。2010年，也就是安迪遇害后的第16年，霍勒斯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。卡塔劳格斯警局成立了一个疑案调查组，成员包括副警长威廉，以及当年处理安迪案的警员迈克尔、丹尼斯和欧内斯特。调查组成立不久，迈克尔就将安迪案作为主要案件。这个案子的难度并不在于如何找到凶手，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兰德就是凶手。真正的难度是兰德曾经在法庭上被判无罪释放，根据双重危险原则，将无法再次指控他犯有谋杀罪。于是调查组联系了布法罗联邦调查局，希望他们能提供协助。布伦特探员在翻阅案卷后提出了一个建议，既然无法指控兰德犯有谋杀罪，那是否可以尝试指控谢利尔和兰德犯有雇佣谋杀罪？当然，要证明犯有雇佣谋杀罪，可能要比证明犯有谋杀罪更困难。但有一种情况可以让这个过程变得简单，那就是让嫌疑人自己认罪。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，但并非绝无可能。因此，2名联邦探员提出了一个险招，或者说是一个圈套。布伦特说，当年没能将兰德定罪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直接证据，那时隔多年也难以获得新的证据。不过，这正是这时隔多年或许会成为警方新的优势。2010年5月18日，迈克尔电话联系了谢利尔，让他来警局一趟。谢利尔是带着他的新男友一起来的。当谢利尔来到询问室时，迈克尔向他介绍2名联邦探员，这些都是圈套的一部分。当时谢利尔一定在担心什么。在最初的5分钟里，迈克尔和谢利尔聊了一些诸如天气、球赛等无关紧要的话题。接着他话锋一转说，
联邦调查局对安迪案的调查有了新的进展。要知道，受害人和凶手都是退伍军人，因此联邦调查局格外重视。这次让他过来的目的是让他做出选择，他可以选择承认罪行，并和检察官签订认罪协议，以获得较轻的判决。如果不愿意认罪，他将受到更严厉的指控。听到这里，谢里尔的笑容消失了。他一旁的新男友立刻起身说：“如果你是无辜的，就说出实情。”谢里尔思考了一会儿，开始哭泣。他选择承认罪行。他激动地说：“他恨安迪，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不后悔，他有权利获得更好的。”这次，地方警局与联邦调查局协力完成了一个天方夜谭般的任务。对于谢里尔来说，16年后警方再次找到他，并有2名联邦探员在场，这让谢里尔相信他们一定是找到了新的证据。在谢里尔认罪后，他被警方逮捕，并被指控犯有雇佣谋杀罪。接着，迈克尔和2名探员立刻前往俄亥俄州找到了兰德，因为他的供词同样至关重要。但在谢里尔认罪后，下一步就变得简单了。迈克尔告诉兰德，谢里尔已经被捕，并且将事件的经过告诉了警方。现在兰德只需要回答是否杀了安迪，2个回答将会得到不同的结果。兰德看着迈克尔的眼睛，最终他回答说：“是的，是我做的。”兰德承认了罪行，但他说这是谢里尔让他这么做的。2010年10月5日，谢里尔·加斯珀在卡塔劳格斯法院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认了罪。他同意放弃上诉权利，并确信联邦调查局不会以其他罪名起诉他。11月3日，兰德奈特被判处终身监禁，24年不得假释。目前他仍在俄亥俄州埃尔克顿监狱服刑。11月15日，根据认罪协定，谢里尔被判处终身监禁，18年不得假释。法官威廉姆斯宣读了谢里尔·加斯珀的声明：“我很遗憾，我与兰德奈特的关系给我的孩子和家人带来了痛苦。如果没有他们的爱和支持，我不可能度过这次磨难。